大理寺卿顶着压力查清真凶，帮我爹洗清冤屈，免我全家受流放岭南之苦。我爹对他感恩不尽，愿意肝脑涂地以报他的恩德。大理寺卿推脱了一下说，我儿子到了成亲的年纪，听闻侍郎家有贵女。我爹明白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他回来把大理寺卿的话说了。我祖母不吭声，我娘不吭声，我的3个嫡姐、2个庶姐都不吭声。传言说大理寺卿智慧非常，勇毅非常，但他唯一的儿子除了外貌俊美，其他各项全是平常，平常是好听，实际是蠢笨。婚姻乃是终身大事，他计就的是我们全家。姐姐们认为恩德就该全家来还，他们都不愿意为了报全家之恩，嫁个傻子搭上自己的一生。看着他们互相推诿，心里特别难受。如果不是大理寺卿，我们现在都已在去往岭南的路上，路途遥遥，危机重重，我们没到那里，就可能都已死于非命。他救的是我们全家的命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。救命之恩，难道不该痛快的去还吗？这时，祖母看向了我，眼含殷切。我走上前，制止了他们的推诿，对我爹说：“算了，我来嫁。”姐姐们立刻不言了。祖母赞叹，眼里流露着不忍。我娘摇头，无声地对我说：“囡囡，不能嫁。”我娘心疼我，因为姐姐们都已及笄，可我只有14岁。我跪下给娘磕了个头，又给爹磕了头，对他说：“请爹回大理寺卿话，户部侍郎嫡幺女顾心妍愿嫁大理寺卿之子傅子恩。”我爹眼里噙着泪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我娘转过头去抹眼泪，我的姐姐们则松了一口气。傅大人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他经我爹送了我一副红宝石头面，价值1000两。我收了起来装箱，打算作为嫁妆带回去。公公能赚钱，夫君可不是能赚钱的。要想日子一直好过，就得精打细算。我与傅子恩的婚期定在1年后，吉吉里一过，我便嫁过去。之前我爱玩贪玩，定了婚约后，我便缠着祖母教我管家管账。我娘是我爹续娶的夫人，她性子软，嫁过来后并没有掌家，掌家权在我祖母手上。祖母见我真心想学，便用心来教。姐姐们也想来跟着祖母学，被祖母瞪了回去。他们有教学的师傅，但比起祖母差远了。我成了祖母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他们羡慕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在全府眼中，我是牺牲的那一个。对我特别一些，算是对我的补偿。和祖母学了1年，我发现我看人看世间的眼光都变了。话本里说人是分层次的，之前我并不觉得。比如在我眼里，我和我的姐姐们是一样的，但现在我看她们，觉得她们很低级。及笄后，我如约嫁入傅府。出嫁前一晚，我爹和傅子恩的爹分别找我谈话。我爹说：“心妍，委屈你了，全家的恩情让你来还。”他说的话与我姐姐们好像。我摇了摇，爹，心妍嫁给傅子恩是心甘情愿的，心妍报的是自己的那一份救命之恩。我爹十分震惊，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他点了点头，你和你的姐姐们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姐姐们对人生的算法与我不同。也不知是谁把姐姐们不愿嫁救命恩人之子的事情传了出去，他们的名声被传得很坏。他们期待嫁给如意郎君的梦严重受阻，之前有意说亲的贵家公子都开始观望。我娘良善，但姐姐们背臭，她也偷偷幸灾乐祸。她认为我嫁给傅子恩是不幸，她把我的不幸归罪于他们。他们也过不好，她才觉得解气。我祖母则不发一言，对于外面不利于姐姐们的传言，没有出手干预。我爹也没有动作。我理解为这是对姐姐们的暂时惩罚，也是对我的交代。等我嫁了人，他们会出手的，毕竟再怎么说，一堆女儿嫁不出去，我爹也没脸活。傅大人找我是来教傅子恩的底。他说：“心妍，你可能听说了有关子恩的一些事，防止有些传言不实，让你对子恩产生偏见，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我想了很久，决定全部如实相告。外界传言子恩愚笨，其实不然，他就是反应比较慢，而且不是天生的。他娘生他时力气不足，导致他在娘胎里憋得过久，生出来时
他浑身青紫，拍打很久才有了哭声。大夫说他伤了脑，导致他反应慢。告诉你这个，是想说，心妍，你可以放心与他生儿育女，他的毛病并不会遗传，也希望你与他相处时多点耐心。另外，外界传言子恩缺少管教，为人粗鲁不堪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他虽自幼没娘，但我一直把他亲自带到身边，亲自教，只是我一个男人没那么细腻。这一点上，女人看了会觉得太糙，还请心妍多些宽容，可亲自教导他如何待你。子恩虽笨了些，但他也有别家公子没有的优点。其一，他虽已弱冠，却未曾经历过人事，在女人这方面没有遗留问题，以后后院建成什么样，由你说了算。其二，他听话，我已告诉他以后都要听你的。心妍，以后子恩什么样，由你来塑造。人就怕比，一对比，傅老爹就把我爹比了下去。心下对他生了敬意。我对他说，多谢傅大人坦诚相告，心妍既已决定嫁给子恩，必会好好待他。您交代的这些心妍记住了，请傅大人放心，心妍会好好爱护子恩。我与傅子恩成了亲。他今年弱冠，我及笄，他大了我5岁，但他真的如傅老爹说的一样，在情事上什么都不懂。明明秀美俊逸，看着是个翩翩公子，但动起手来像个杀猪匠。揭了盖头，与我喝了合卺酒，就开始包我衣服，动作粗鲁，生拉硬拽，弄得我生疼。我忍下怒气，制止了他，遵照傅大人的提醒，给他上人生第一课，如何与娘子同房。祖母教过，成婚后打底很重要，打什么样的底，以后就什么样的日子。所以第一课，我不敢有半点懈怠和偷懒，这决定了我一辈子。他怎么与我睡，睡和睡不同，睡得好会增进夫妻感情，睡得不好会增长夫妻怨怼。我大了胆子，拉过他的手让他安住，他诧异地看着我，娘子，咱们不该睡觉吗？我对他说，要睡的，睡之前先聊聊天。见他不明白，我便问他，公公是不是告诉过你，以后要听我的？他这才点了点头。我说，那你便听我说。我告诉他，我和他是夫妻，以后会经常睡在一起，但他不能那样对我，我是女娇娃，对我要温柔。我拉着他的手，演示他怎么给我脱衣，我才不会疼，怎么亲我，抚摸我，我才感觉好。我每说一句，就在他身上演示一下。为了让他感同身受，我还进行了比较教学。我轻抚他，他站立了一下，我说感觉好吗？他红着脸点头。我又硬扯了他衣服，他疼得龇牙咧嘴。我问他感觉好吗？他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我告诉他，我也是一样的感受。他温柔时，我很舒服；他粗暴时，我很痛苦。他说，我懂了，我要娘子舒服。我笑了，讲了足足2炷香，终于把他教成我想要的新郎模样。对我动手时，按照我教的，他先问我，娘子，可以吗？我点头。然后他看着我，轻抚我，亲吻我，柔和为我褪去衣服，一边脱一边一遍遍地重复，娘子真美，我要对娘子一辈子好。我也抱着他，对他说，夫君也好看，我也对夫君一辈子好。接下来非常顺利，他每进行一步，都会问我，娘子可以吗？我点头，他才继续。我们圆了房，除了听话，他还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出嫁之前，祖母和我说，男人那方面功能不一样，有的行，有的很不行。做女人的不要期望太高，只要男人能给咱孩子，能帮咱养孩子，就不计较他方面怎样。当时我想，祖母估计听到风声，傅子恩人事上不行，真的和他圆房了，我才发现传言有误。他不是不行，他是很行很行。如果不是我不想让他打下纵欲的底子，他都能和我一起圆房到天亮。我已经很累了，他依旧睁着亮晶晶的大眼，渴望地看着我。我强压不忍对他说，早点睡，这上面不能贪，一旦贪了，会减少寿命，既减你的，也减我的。他满脸不情愿，但还是说好。我又续上一句，这是无论你多想做，也只能与你的娘子做，我是你娘子，也就是只能和我做，不能与别的女人做，若遇到别的女人，要躲得远远的。他听话点头，又问我，远远是多远？我想了想，讲给他，丈夫，
1丈之内的才是夫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做人夫君的才可以在夫人1丈距离之内，不是人家夫君，要离他1丈以上的距离。他说：夫人，我懂了，你是我娘子，我是你丈夫，我只离你在1丈之内。我听了高兴，亲了亲他，他马上回亲。我亲了他一下就离开，他捧着我亲了很久才放下，但也算是一下。我无语，他确实只是反应迟，不是笨，刚刚被教就学会了得寸进尺。这一晚，我和我的笨夫君洞房愉快。入睡之前，我想这桩婚事并没预想中的差。第2日，我带着傅子恩去给傅大人敬茶。傅大人见我俩并肩而来，我一脸羞涩，傅子恩满面红光。他特别的高兴，当场就把库房钥匙给了我，并叫来管家和所有仆人，向他们宣布以后府里的大小事都由少夫人说了算。我十分意外，但也十分欣喜。祖母给我讲过，女人成亲后会遇到几个坎，与夫君磨合算1道，夫君纳妾算1道。这2道昨晚我都解决了。第3道就是公婆搓磨。傅大人是大理寺卿，他接触的最多就是作奸犯科中的极品，外界都传他心狠手辣，但实际上那是对外，对内，对我这个儿媳妇，他的态度很清楚，就是维护。我心中欢喜，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，摊上了这么个明事理，有智慧的公公。这世间的公婆分2种，一种是脑子不清楚的，一种是脑子清楚的。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待儿媳妇上，清楚的知道要想儿子过得好，首先要对儿媳妇好。儿子与儿媳妇日夜相处，儿子的生活质量掌握在儿媳妇手上。对儿媳妇不好，令她心有怨言，她不敢对公婆撒气，但对丈夫也不敢吗？敢的。不敢明着来，来暗的呗，且对抗的方法有千万种。不清楚的就反着来，各种搓磨儿媳，结果呢，受苦的是儿子。话本子里说，坏婆婆搓磨儿媳，害的其实是儿子。媳妇报复起来，连当皇上的都不能幸免，不知道多少皇上就是被自己妃嫔害死的。一点点小毒药给你喂下去，不出几年就能送你上西天。我这公公深谙人性，难怪刚40岁就掌管了整个大理寺。我爹50岁了才爬上户部侍郎，2人都是寒门出身，相差10岁，相同品级，能力之差一笔立现。我得赶紧生孩子，把孩子丢给傅大人带。我长在宅院，力势不足，傅子恩本身又是个需要教的，我们2夫妻教不出成大器的孩子，趁傅大人还不老，得赶紧把他用上。我看了3天的账，公公是个明白人，账目清楚，虽然府中每年进项并不多，但每年都有富裕，只是每年都有几笔大额支出，看起来很不合理。我找来了管家，管家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我告诉他，我当家，什么都可以和我说，无需忌讳。他说每年这几笔钱都是给已逝夫人的娘家哥哥的。当年傅大人与夫人恩爱，对夫人娘家多有照顾，夫人因病去世前留下2个遗愿，遗愿大人善待少爷，2愿大人能在他娘家有难时照应1、2。夫人娘家就只有1个兄弟。傅大人应了。这么多年，为了不让傅子恩受委屈，傅大人没有续娶，每年都会拨钱给傅子恩舅舅。舅爷身体有残吗？不能支撑一个家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一直都需要咱们府上来养。管家见我问起这个，赶紧秃噜秃噜都说了，一看就是憋得太久。这个舅爷是有家底的，家里光是铺子就有10余间，只是他好色，每年都往家里抬人。管家说他家里的妾室就有30多个，外室更是不知多少。咱们老爷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舅爷却拿着咱们府上的钱，想尽其人之福。他说少夫人，舅爷的做法让人难受，就是皇上现在挂名的宫妃也才10几个，舅爷的女人比皇上都多。他一脸不平，我心下有了计较，若因病或因残，帮帮是可以的，但他玩女人，还要我们给他出钱。乌龟背上刮毡毛，槐树下做春梦，想得美。我对管家说，吩咐下去，以后舅爷无论是本人来还是派人来要钱，统统回绝。对了，要东西也不给，违者一律严格按府规处置。管家睁大了眼，惊喜地问，夫人，
您说的可当真？我板起了脸。傅大人当众宣布，以后府上大小事务都归我管，我说的自然都是真的。管家一听，不管我的冷面，欢天喜地的去传令了。看来这个舅爷早就惹了众怒，就是不知道傅大人会怎么想，还有傅子恩什么反应。事情来得很快，舅爷来找傅大人告状了，告我不念亲情，告我让傅大人背上骂名。他说他自己亲自来要钱，派人来要钱，都被我派人给赶了出去。他拒绝了我7次啊，姐夫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，你答应我姐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他刚与子恩成亲，便断了我的钱，这是让您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啊。傅大人脸色铁青，看起来很瘆人。我心里打鼓，不会为了舅爷罚我吧？如果那样，他不配当大理寺卿，更不配做我公爹。以后我就把管家全还给他，只守着傅子恩过日子。提到傅子恩，我看向他，他舅舅来告他媳妇的状，他会怎么做？他瞪着大眼睛，一脸茫然，看看我，看看他爹，就不看他舅舅。我心里笑，管家说这个舅舅枉为认舅，姐姐去了，只知道管姐夫要钱，对姐姐留下的唯一孩子不曾有过半点关心。管家说，哪怕他给子恩少爷买过一块糕点，都不至于这么遭人恨。很显然，他这样对傅子恩，傅子恩对他也就那样。忘恩负义的名声，子恩舅舅，你倒是先说说，你扣我这个帽子，想必心中有计较，那你便当着众人讲讲吧，你对我有什么恩，又有什么义？傅大人冷一张口，舅爷傻了眼。我也愣了，我没想到傅大人会这么说，他这是选择站在我这边。我向他投出感激的目光，他对我点头，示意我安心。我的心一下子回到肚子里。傅大人真不错，到底是大理寺卿，到底是我公爹。舅爷想了半天，吭哧瘪肚地说，我姐嫁给你，给你生儿子，她死前要你照顾我，你就得照顾我。闻言，傅大人一拍桌子，他指着舅爷，不提你姐还好说，提到你姐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有脸的。你姐生前苦苦劝你多少回，不要只想着在外面找女人，要好好对待你夫人，好好用功读书。这些年你是怎么做的？舅爷吓得一哆嗦，哆嗦着嘴吐不出反驳的话。对，在一旁听的傅子恩忽然插嘴，他指着舅爷说，舅舅，你是你夫人的丈夫，你只能对自己的夫人好，你不能找别的女人，你不仅找了，还找了那么多，你做错了，心妍不给你钱是对的。妈呀，我脸一红，这个傅子恩来这里举一反三，搞实践应用。舅爷的脸一下子黑了，他不敢驳斥傅大人，但对傅子恩仗着自己是长辈，他冷下脸。傅子恩，我是你的长辈，我是你舅舅，我们才是血脉相连，顾心妍他是一个外人，你居然向着他批你舅舅，你这是大不敬大不孝，你娘若活着一定会狠狠责怪你。舅舅你胡说，我娘她才不会怪我，因为心妍她才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娘子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是一体的，算起来你才是外人。这是我在结婚第3日讲给他的，我告诉他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都要站在我这边，因为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生死相携。傅子恩自小孤单，因为迟钝不讨喜，没有孩子愿意和他玩，他总是一个人，对与人建立亲密链接有着强烈的渴望。当他听我说我与他一体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抱着我啃了好一会，又跑了好几圈才平复掉激动的情绪。我偷偷对傅子恩竖起大拇指，赞他做得好。他瞬时脸红了，在我这里，只要他做得好，就能得到表扬。他喜欢被表扬，不过他这次确实做得好。理论应用到实际，傅子恩经受住了来自现实的考验。血脉间天然会大压制小，舅爷想凭借亲情平辈分，倚老卖老，但没想到傅子恩这个外甥，这个小辈脑子清醒得很，压根不吃这套。舅爷的脸瞬间变成调色盘。傅大人看向我，眼神意味深长，估计在想他这个爹是不是也被排除在儿子夫妻之外了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确实告诉过傅子恩，傅大人是他爹，爹只有一个，但我会是他儿子的娘，他儿子的娘也只有一个，所以爹和媳妇儿不能分厚薄，一样重要。如果我和他爹有冲突，他要先护着我，
我再带着他去哄他爹。傅子恩同意，他有他的理，他说爹选你给我做娘子，还让我听你的，说明娘子是个好的，娘子也会对我好的，我听爹的话，当然什么都要听娘子的。话很绕，但都在逻辑点上。舅爷不甘心，他又搬出了他姐夫子恩忘事，但你不能忘了我姐的遗言啊，你答应了他照顾我的。傅大人说，就因为没忘，这些年才允你在我府上要钱拿物，但你别忘了，你姐原话是在你难时照应你1、2，你难吗？你不难。我照应你的是1、2吗？那是8、9。你不仅拿钱要物，你因为女人惹了多少祸事？如果不是我帮你从中协调，你现在早就因为骗一名女蹲大狱了。提起这个，舅爷血色尽失。他第18房妾室是他骗赢的，他骗那个民女，他还未成亲，会娶她回家，把人睡了之后却提裤子走人。那个民女是个烈性子，不顾名声把他告了官。是傅大人从中协调，把那女子抬进门做了妾室，才算完事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老底都揭开了。舅爷见再无转圜可能，终于捡起自尊，灰溜溜地走了。祖母教过我，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，但若不得不得罪人，就别给他报复回来的机会。我来到傅府，对上尊敬，对下爱护，唯一得罪的就是舅爷，所以我派管家给我寻了一个身手好的武林中人，雇他做探子，监视舅爷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舅爷在傅府拿走的可不是小数。现在断了，他不会自省自身有错，他只会怨恨。傅大人他不敢惹，那他只会盯上我和傅子恩。我以为他会向我下手，我加强了防护，平日待在府里不出，必要外出时，管家嬷嬷侍卫带上好几个。果然碰上好几次麻烦，都被管家带人一一化解。见我这里难以得手，他把手伸向了傅子恩。他计划给傅子恩下那种药，并把傅子恩与一个妓女关在一起。傅子恩不是说不能找外面的女人吗？那就让他与外面最低贱的女人睡一起，杀人诛心。这个舅爷心坏得彻底，要不是我派去的人监测到了阴谋，傅子恩就被毁了，我们初建立的关系也将面临巨大威胁。但还是晚了一步，我们赶去的时候，傅子恩已经喝下了药，妓女也被灌了药，和傅子恩关在一起。管家带人踹开门的时候，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特别害怕看到傅子恩和妓女纠缠在一起的身影。结果门开，所有人都傻了，床被挪到中间，妓女被绳子捆在床头外，傅子恩在床尾拿着一把匕首指着妓女，双眼猩红。看见我们进来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尤其是看到我，立刻扔了匕首，跑到我面前抱住了我。他说，娘子，床长不够1丈，我只能离他这么远了，你原谅我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哽咽着说，你做得很好，很好。见我没有怪他，还夸了他，他一松气，晕倒在我怀里。管家赶紧过来将他扶住，紧急去报了傅大人。傅大人求了太医，匆匆赶回来。太医给傅子恩施了针，他才悠悠醒转。太医说他是惊恐至极，忽然放松晕倒的，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他体内的迷情药没法解，只能同房，否则会毁坏他的功能。傅大人和管家闻言，赶紧带人走了出去。屋内只留下我俩。他用头蹭着我说，娘子，我好热好疼。我叹了口气，粗鲁地扒下来他的衣服。整整1夜。第2天早上，我强忍疲惫酸痛去找了傅大人。傅大人正在沉思，见我来了，知道我为何而来。成婚几个月，他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知道我不像一般妇人，有妇人之仁，我睚眦必报。他说，舅爷这次太过了，我正想怎么处置，心言你也是当事人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说，父亲不能再对舅爷心存幻想了，他与我娘虽然一母同生，但他们就本质上就不同。我娘心怀慈悲，对人善意，但舅爷心中只有自己，自私至极。上次放过他，他就对我和子恩各种下手，如果这次再轻易饶过，下次恐怕会要了我们的命。如果您还顾念情分，不想对他重罚，那您放手，我来做。我是下了狠心的，我能下了狠心报恩，嫁给傅子恩，我也能下了狠心报仇，杀了舅爷。
傅大人看着我，见我没有丝毫犹豫，他叹了口气。是时候让他受到教训了，我来吧，不能让你们小辈背上骂名。之后，傅大人派人清查了舅爷，除了杀人放火，能做的坏事他都做了。在大理寺卿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傅大人看着卷宗，差点气疯。数罪并罚，重罚，舅爷被下了大狱，终身不得出。傅大人做主，舅爷以后由戴夫人掌家。戴夫人管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遣散所有妾室，每个人发放一笔银钱，第18妾给了双份。傅大人没有干涉。傅子恩说舅爷做错了，戴夫人纠正后才对了。处理了舅爷之后，傅府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和傅子恩的感情日渐加劲，每日撒撒狗粮，管家每每看了都红了老脸。不过管家高兴，发自心底的高兴。我对少爷好，比关照他还高兴。他是府里1顶1的中仆，我便把管家的事一大半授权给管家。我要腾出时间来教傅子恩。傅大人教会他识字，也教他读书，但因他愚笨，并没教他多深。我决定往深了教。他将来是要当爹的，我不想孩子们因为他驽钝看不上他，或者和他不亲。傅大人对他不抱希望，我抱希望。依据就是书读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其实很多不懂的书，读的遍数多了，就懂了。有人一见就悟，有人需要反复去读。对于傅子恩来说，我想增加遍数和专注度试试。我选的是佛经。祖母教导我时，发现我天资聪颖，她感慨，心妍如此聪慧，却要嫁给个愚笨的男人，实在是可惜了。我问她有没办法能将愚笨变聪慧，她想了很久，想起来一个故事，她年轻时听一个出家师说的。有一次文殊菩萨投胎人间度化世人，小时候现的就是驽钝之相，后来读佛经开了智慧，聪颖异常。他说不知道可不可行，毕竟是故事，他没当回事，我却记在了心里。反正试试也没坏处。傅子恩十分听话，我让他读他就读，尤其是我陪他读，他更愿意读了。我们每天就捧着一本佛经，早上看，中午看，晚上看，天天都看，都读。管家觉得奇怪，便告诉傅大人，少夫人天天带着少爷读经，痴迷。傅大人说无妨。管家对我们便见怪不怪了。6个月后，我洗漱完，叫上傅子恩，开始早课。傅子恩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，我以为自己脸没洗干净，便问他怎么了，是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他说心妍，辛苦你了。我说没事，然后就和他开读。读到中间，我反应了过来，傅子恩这是开窍了啊。之前他从未对我说过辛苦，他对我说的话，要么是我教的，要么是傅大人教的，要么是管家教的。他不会从我的角度自发地对我说出合适的话。我读着读着流了眼泪，一天我都心神恍惚，像做梦一样。晚课结束后，傅子恩漱了漱棺，整理了衣服，去书房找傅大人。他出来后，傅大人在书房里嚎了很久。谁能体会，以为一辈子和儿子无法沟通，忽然发现能正常交流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懂，傅大人懂。晚上，傅子恩与我缠绵，他看着我，心疼我，爱恋我，满眼都是生动的情绪。他搂着我，抱着我，亲吻我，每一个动作都饱含深情。我忽然理解了姐姐们为什么不愿嫁傻子的心情，实在是与一个正常人在一起，才能拥有心意相通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美好的无法形容，死了都行。说到姐姐们，在我成婚1年后，陆陆续续都嫁了。我爹求了傅大人，傅大人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出手解决了那些流言蜚语。那些贵公子们的娘不是傻的，看我姐姐们有大理寺卿撑腰，便又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，连皇上都跟着掺和了一脚，把我庶长姐纳入后宫，封为美人。另外3个嫡姐，1个庶姐也都嫁到了富贵之家，嫁给了智力正常的公子。我感激傅大人。傅大人说，他们都是借了你的光，就凭你对子恩所做的，要我把他们都送入皇宫，我也会竭尽全力去做。傅子恩笑，有一个当妃子的姨姐就够了，多了皇上会认为我们要造反。我和傅大人相视一笑。现在的傅子恩，1日千里。
因他开窍靠的是佛经，具有极强的正性加持力，开窍的同时还养了心性。傅子恩即使变得聪慧，也不骄不躁，没有一点炫耀的想法，也没有看不起别人的虚荣。他还是像以往一样，每天围着我转。倒不是依赖我，而是因为我已有了4个月的身孕。傅大人也很少外出查案了，他把更多的时间留在京里。他早早就向皇上请示，皇上答应让宫里的接生圣手随时待命。傅子恩不放心，他说万一宫里的娘娘与心妍同时生孩子怎么办？傅大人就翻白眼。聪明了的傅子恩思虑比我们更周全，他决定亲自上手，开始自学医书，专攻产科，遇到不懂的就去找圣手请教。最终就像老天安排的一样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他父亲手上。小子落地就开哭，声音洪亮，哭得他祖父老泪纵横。本来傅子恩开窍的事情是瞒着外界的，这是傅子恩自己的意思。他说傻有傻的好处，会少了很多人际上的麻烦。他开窍的动力是为了好好爱我，好好当爹。他开窍后也只想把聪明才智用在爱我和培养孩子上。傅大人认为可以，他无需向外界炫耀自己有个聪明儿子，只要一家好好的就好。这时傅大人已经从大理寺卿升为刑部尚书，但管家嘴欠，什么都能忍，少爷给少奶奶接生的壮举不能忍。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他给宣传出去了，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。虽然没有哪家贵妇人会请傅子恩一个大男人来解决难产问题，但是傅少爷变聪明了，那就是个香饽饽。他本就俊美，如今加上聪慧，还有个尚书爹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不少家里女儿多的就动了心思，送来给他做个贵妾也是好的。这里面就包括我爹。嫁给户部尚书嫡次子的嫡长姐流产后失了宠爱，在尚书府备受冷落，户部尚书有意让儿子休妻再娶。我爹不敢得罪顶头上司，打算把他接回来，送到傅府，与我姐妹共侍一夫。我娘知道后和我爹吵了起来，现在正闹和离。我才知道，最早我爹打算许给傅子恩的是我嫡长姐，嫡长姐不愿意，花了心思，动员其他姐姐们一起造我爹的反，才有了我的主动求嫁。只是当时他们觉得我是为家庭牺牲的，对我自然没有怨言，反倒有些感激。哪成想傅子恩开窍，待妻子如珠似宝，他在女人眼里成了如意郎君。我嫡姐就觉得是我抢了他的福气，跑我爹那哭诉，一次两次我爹心烦，次数多了我爹也动了心思。哪有男人不三妻四妾的，与其便宜了别人，不如就让我嫡长姐过来，既解了嫡长姐之困，续了前缘，又省得让外人进了傅子恩的后院。妻妾和睦也是他傅子恩的福气，他觉得他这是在为2个女儿在着想，也是在为傅子恩着想。我娘和他闹，他没当回事。我娘一向性子软，掀不起什么风波。他派人向我传递了他的意图，我没理。我去见了傅尚书，我对他说，爹，我不愿意让我长姐进门，但我爹若执意如此，我只能与子恩和离，带着少华离开。少华是我与傅子恩的长子，傅尚书的眼珠子。傅尚书一听摔了笔，大骂顾侍郎他大糊涂。他忍着怒火对我说，心妍你且安心，我去解决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你和子恩的感情。现在的大理寺卿是他的亲传弟子，他一个密令过去，那边便启动了对我爹和户部尚书的密查。我爹见我迟迟不给回复，果然开始拿孝道压我。他要休了我娘，说我娘教女无方。还没等他写好休书，大理寺的传令来了，说当年傅大人给他洗清冤屈的案子有新的疑点，需要补充调查，若调查为真，那桩案子将再次重启。我爹当场吓得跌倒在地。那桩案子他是冤枉的，但大理寺若说他不是冤枉的，那他就不是冤枉的。他这才醒悟过来，他错了，他得罪我就是在得罪整个刑部。他这才真正明白，我早已不是那个肯为姐姐们牺牲的幼稚小女顾心妍了。如今我身后有傅尚书，他马上找傅尚书请罪。傅尚书回他，看心妍的意思吧。我爹流了一身冷汗，他求了我娘，我娘求了我，我同意放过，但再没有下次。户部侍郎老实了，这回真的老实了。
户部尚书也接到了查案传令，他官位与傅大人一样，但大理寺掌握着他的肮脏事，他不敢与刑部对抗，不经查。他很灵敏，马上嗅到是副尚书出手，能让副尚书出手，肯定是惹了他的儿子儿媳。顺着线索一查，查到了我爹的谋划，他把我爹叫过去，狠狠骂了一顿，也歇了让他儿子休了我长姐的心思。得罪谁都可以，得罪副尚书那是吃不了兜着走。长姐闹和离的事就算告了一个段落，以后怎么样不知道，但只要副尚书还在位上，户部尚书府应该不敢动他。我娘也不再和我爹闹和离了，日子恢复了平静。少华会做了，他每天都很开心，经常咯咯笑，尤其是对着严肃的副尚书，笑得更欢，惹得老爷子心肝颤。自从我上次表达要带着少华走，副尚书就偷偷在府上加了防护，管家现在啥都不干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小少爷。这些事我们都对傅子恩瞒了下来，担心他受到刺激，但他还是知道了。自从他开窍，就越来越不好骗。他狠狠地吻住我，他说：“心妍，这么大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怎么敢瞒着我？”我怕他乱想，如实相告。我说：“我自己的爹算计我，很丢人的。”他想了想，表示理解，但他发狠地吻我，没有下一次。我点头承诺，再有下一次，这个爹我也不要了。爹可以不要，祖母不能不要。祖母换人传信，要我回侍郎府一趟。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傅子恩，他听后立刻眉开眼笑，温柔地吻我，心妍真乖。他随我回了侍郎府，与我寸步不离。他一手抱着少华，一手牵着我，在侍郎府到处走，逢人便说这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人。这府里谁要惹了这两个人，就让他爹把谁查了，不论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一律同等对待。在侍郎府走了一圈，他把宣言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把人吓得溜走。最后是少华困了要睡觉，他才停了下来。我的脸没了，但效果奇好。祖母没机会单独叫我谈话，我想他是想让我原谅我爹，体谅我姐。但傅子恩守着我不放，他也没办法。除了在吃饭时逗逗少华，他没多说话。他是个人精，当然看得出来傅子恩把我放在了一个怎样的位置。他动不了我，即使他对我有教导之恩也不行。傅子恩选择用愚钝的面貌对他，他知道他是装的，但也毫无办法。吃完饭，我们就抱着少华回去了。晚上，我问傅子恩为何用装傻这招，他说：“心妍，我要护住你，不仅要护住你的命，也要护住你的名声。我用傻子面貌去震慑他们，他们没法骂你不孝。”我忽然就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嫁给他时，我下了一辈子守护他的决心，不过3年就换他来守护我了。我抱着他呜呜地哭，他搂着我，顾心妍，谢谢你嫁给我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